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您是否在识别真正的流动性扫描方面遇到困难，并且不确定如何识别它？在本视频中，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在不需知道偏差方向的情况下识别流动性扫描，如何识别真正的流动性扫描，以及如何用流动性扫描进入市场。你只需严格遵守规则，这样你就能盈利。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视频吧。好的。第一个规则是您要确定 ABC 模式的流动性扫描。现在什么是 ABC 模式？让我向您展示。这是上升的 A 浪，然后是回调的 B 浪，而 C 浪是继续 A 浪的方向，这就是 ABC 模式。我们希望看到 C 浪横扫 A 浪的高点，这样我们就会出现流动性横扫。下降趋势也是如此，这里我们有下降的 A 浪，回调 B 浪，最后的 C 浪，我们希望它能够席卷 A 浪的流动性。第二条规则是横扫流动性的第一根蜡烛应该是最低或最高的蜡烛。现在你需要非常仔细地理解这一点。你看，我们有 A 浪、B 浪，然后是 C 浪，因此当第一根蜡烛横扫流动性后，我们不希望看到下一根蜡烛高于它，好吧？让我们假设我们有这支蜡烛，这支蜡烛上涨，然后一旦蜡烛的影线或主体收盘高于 A 浪高点，我们不想看到另一支蜡烛或影线高于该蜡烛，我们希望看到价格下跌进入 A 浪高点范围。重要提示：突破 C 浪蜡烛影线或实体的第一根蜡烛应该是最后一根蜡烛的高点。此后，我们不希望任何其他蜡烛高于影线或主体。下一根蜡烛应该收盘并回到第一根蜡烛下方的范围内。第三条规则是等待较小时间范围内出现市场惯性改变或市场结构转变。因此，在较高时间范围内，一旦蜡烛收高于 A 浪，我们将放大15分钟的时间范围。在15分钟的时间范围内，您将看到看涨趋势的结构。我们这里可能会出现有两种模式。第一，市场惯性改变。我们在这等待市场惯性改变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结构，您认为这是结构破坏吗？答案是不是？因为打破 A 波的结构是这段。对我而言，我希望看到的是那段席卷流动性的结构被打破。一旦在结构被突破，我们将设为市场惯性改变或市场结构转变。第二，出现较大的看跌蜡烛，它可以覆盖前一根蜡烛的至少一半，并且收盘价低于第一根蜡烛。在这情况下，高概率流动性清扫已经发生。我们现在的偏见是看跌。第四条规则是在较小的时间范围内出现市场惯性改变，然后寻找极端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进场点。假设您有几个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那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将只对最极端的公允价值缺口或订单块感兴趣。是的，有时您会错失交易，但这是最好的方法，也是风险和回报率最高的。请记住，我们不需要很多交易，但我们只等待高概率交易机会。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等待价格回到我们的订单区域，目标将是 B 浪的低点，止损将是流动性扫描蜡烛的高位。另外，请记住，如果您使用订单块，确保它是低效率或公允价值缺口是未被缓解的，那么你可能会问，如果没有低效率的订单块，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斐波那契 0.618 进场，我们从波段高点拉到波段低点，而止损位为于波浪高点目标还是 B 浪的低点。第五条规则是杀手时区，我们需注意当横扫流动性的时间是否是杀手时区。当这全部发生在这时段，那肯定会增强我们的胜率并增强我们的信心，因为一旦您进入市场，价格就会向您的偏好方向移动。你可以看到很多大波动都发生在杀手时区。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杀手时区，请观看我之前的视频，该视频链接可以在描述框查找。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好吧，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图表。这是欧元对美元1小时图，我们将开始分析1小时图的 ABC 形态。对于第一个模式，我们没有流动性扫描，因为第二根蜡烛高于第一根蜡烛。让我们继续下一个模式。这里我们有另一个 ABC 模式，但它仍然不是有效的 ABC 模式，因为第二根蜡烛比突破 A 浪的第一根蜡烛高。现在是第三个 ABC 模式，这里我们有一个有效的模式，因为第一根蜡烛是最高的。
后续的蜡烛低于第一根蜡烛。现在我们将放大15分钟的时间范围，前2条规则已经有效。我们将讨论第3条规则：市场惯性改变。这里我们看到，在伦敦时区发生了市场惯性改变。现在最后一个规则是找订单块或公允价值缺口。在这根蜡烛，我们有低效率的订单块，然而我们将在这里入场，止损将位于 A 浪高点蜡烛上方。我们的目标是 A 浪低点。这交易的风险回报比为1:4。这种类型的模式时常出现，但请记住，在使用真实资金进行任何交易之前，您必须至少回溯测试您的交易计划100次，以获得所需的信心。让我们看另一个例子，这是英镑日元1小时图表。首先，我们的第一个 ABC 形态无效，因为第2根蜡烛低于第1根蜡烛。我们在寻找第2根蜡烛高于的1根蜡烛。现在我们等待另一个 ABC 模式。我们这里有一个有效的 ABC 模式，第2根蜡烛的收盘价高于第1根蜡烛。在这种情况下，第1根蜡烛仍然是 ABC 形态的最低点。现在我们放大15分钟的时间范围，并寻找市场惯性改变。这里有一个小的公允价值缺口，但是并不明显。我更愿意使用斐波那契 0.618 来进入。在这种情况，规则5杀手时区发生在伦敦时区。我们的5个规则已经完成。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建仓，止损将低于波动低点，目标是 A 浪的高点或您的风险与回报比的1:2。好吧，让我们看看之后发生了什么。在这里，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价格，我们可以平仓一半，或者将止损推至最后一个波段低点。为了使该策略取得高胜率，所有的规则都必须出现。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祝大家圣诞节和新年快乐！